咱们辽宁鞍山的花友啊，有一棵龟背竹要痒死了啊，发过来让我帮忙给救治一下啊。咱们看一下啊，根系已经烂没了啊，那已经烂到这种程度，咱们直接就，水培啊，直接水培发根儿，然后再种。其实非常简单啊，你啥也不用去管啊，你也不用去给这个小根儿给它咔嚓掉啊，不用啊，你也不用去给它杀菌，咱们直接找一个大水杯啊，给它茎干稍微的深一点啊，水位稍微高一点。你能做的就是每天眼珠子去观察它啊，有没有黑腐的现象。还有一点注意的就是什么？一定要每天去换清水啊，不换的话，水发臭的话，它这个菌滋生比较快啊，容易出问题啊，它这个茎干容易腐烂大面积啊，那时候就不太好救了。那么就每天换清水就行。咱们浸泡10天到15天左右啊，它有可能会在原有的气生根的一个基础上出现新的根系，那么或者说从茎干的位置出现一个新的根系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老的这个气生根会腐掉，会烂掉啊。咱们不用拿剪刀去剪，咱们用手指甲沿着啊捏着它腐烂的这个位置啊，从根儿给它撸掉就 OK 了。哎，老的这个茎干啊，老的茎干位置腐烂的地方，咱们都给它撸掉，或者说它茎干上长的一些黑色的物质啊，咱们只要给它撸掉就。那么撸掉以后啊，你不用去杀菌，你不用去给它消炎啊，你不用给它吃消炎药，你就用手轻轻的那么给它冲洗就 OK。咱们把茎干的这个黑色物质白蒲啊，咱们给它清理掉就 OK 了。大概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啊，咱们水培的根系啊，整体达到8到10厘米，咱们就可以给它转成土培。很多人前面的步骤做的都没有问题啊，植物也顺利发根了，但是它转土培的过程当中啊，又出现烂根的一个情况啊，就是反复的烂。咱们接下来演示一下水培发根的龟背竹如何改成土培，一次性给它整活。咱们首先选盆啊，大盆小盆一定给它选偏小的。很多人说我用大盆，我一次性给它摘完。记住我一句话，养花没有一次性的，都是逐步过渡的。那么从选土上来讲啊，这时候咱们选土一定要用新土啊，你有菌的旧土这时候不能用。我用的啊就是咱们颗粒相对大一点的咱们的种沙窝土啊，比较松软、保水性、排水性、综合性比较好的啊，咱们的种沙窝土是吧？你正常加底土啊，咱们种植的时候一定要把水培出来的这个根系啊，你要埋到土壤当中，是吧？不能悬空啊，咱们不要使劲去压根儿啊，咱们利用还是教你的这个铁砂掌啊，首先把土给它填实了。我种植的手法教的非常详细啊，尽量都让你教活啊。咱们躺着种，把底部的这个根系啊，要给它埋在土壤当中。咱们铁砂掌把周边土给它压实一点啊，压实一点，然后压完以后啊，一定要把盆面的多余的这个土啊给它去掉，让龟背竹的茎干的这个位置啊，咱们露出盆面。那有些人说，哎，你怎么种躺下了呢啊？这没有形了。等它先发根，咱们再换盆的时候啊，给它稍微立着点种。现在并不是说我种进去它就顺利的长根了，现在我做的一切都是满足它前期生根的一个土壤条件，包括铁砂掌去摁啊，根和土贴合好。你这有这个条件，它才会去长根儿。这个时候买过咱们咔咔长根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的啊，让它去刺激这个根系啊，快速的一个生长，让植物快速的浮盆。咱们只要把这颗粒啊撒在盆面上，用土微微给它盖上就 OK 了。咱们在浇定根水的时候啊，小水慢浇，浇透浇足。等这个水渗透下去以后，咱们再浇一遍啊。让那个土有充分的时间吸饱水分，浇透以后啊，有部分的根系裸露，还有就是茎干位置啊，这个土给它盖上了。咱们可以把茎干位置这个土啊，给它盖到这个根系上啊，维持根系周边土壤的一个湿度啊，稍微给它摁一摁，是吧？都是有利的创造根系生长的一个条件，都给它摁上啊，土面都给它盖住啊。那么这种悬空的根系啊，给它湿度保住，等这个根系扎到土壤当中以后啊，这面上的土就没有用了。前期咱们都是过渡式的保活。另外，看我种植啊，讲的非常细了，茎干位置露出来啊，避免底部没有根系的一个茎干长时间的沤在这个花盆里边啊，没有抗性的条件，这个茎干开始腐烂啊。然后咱们龟背竹的缓苗环境。是吧？之前讲过明亮光、散射光，放在你家南阳台，阳光能够直射到的阴影的这个位置啊，左边阳右边阴，这个位置的半米之内啊，进行一个缓苗。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调转一个方向啊，让叶片的正面啊对着咱们南边啊，对着光，这样它这个茎干长起来以后啊，这样它茎干长起来以后会慢慢的往上立。这个龟背竹大概养护1个半月到2个月，它新长出来2片叶片了以后啊。咱们可以给它继续换盆啊，那个时候你可以去给它绑水苔柱，可以去造型，那么都 OK。为了你们能够把这个龟背竹救活啊，讲的非常详细了啊，别忘了点亮关注啊。